大家好，我是大伟。如果问我们的身体上面哪一块部位最难减，肚子说它是第二，就没有其他部位敢争第一。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上面肚子是特别的难减，而且呢脂肪是特别容易堆积呢？我来告诉大家一个答案啊，你会发现咱们身体上面只要使用少的部位，它都特别容易堆积脂肪，只不过肚子这个位置呢特别的显眼罢了啊。给大家举个例子，你看我们的手臂下方，我们的腰腹部。我们的大腿内侧包括我们的臀后都是容易堆积脂肪的地方。它们都有个共同的特性就是日常我们运动当中或者日常我们一些行为当中，它用的都特别的少。所以呢，脂肪特别容易堆积，就是因为它的局部代谢会变慢。但是腰腹部不一样腰腹部它的脂肪堆积不仅仅是影响我们的美观，同时呢，很多人是非常关心自己的内脏脂肪的如果呢内脏脂肪过多，还会影响其的一个运化，所以呢，减去我们腰腹部的一个赘肉，对于我们的身体帮助也是非常多的。今天我要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动作叫做道家的跪三点。这个动作是专门去激活我们腹部深层的一些肌肉，加快我们局部的代谢。你坚持练上一个30天，你会发现你的腰围会收窄很多。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大家做完以后感觉腰腹部有明显感觉的一定要记得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们现在来一起看动作怎么去做。那么咱们首先来讲一下这个动作。所谓跪三点就是我们以跪姿大家看，但是腿是悬空的，看到没有？腿悬空的点3个位置，分别是哪里呢？我们的外侧、中间，还有我右边的外侧3个点。大家看一下给大家演示。你看腿并拢，膝盖并拢以后，就这样身体旋转，点一下，回碰一下中间，再碰一下外侧，再来1、2、3、4、5、6、7、8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它对于我们的核心，对于我们的腰腹的一个刺激是非常好的，而且这个动作还能够很好的锻炼到我们的大腿的肌肉。很多人感觉这个动作可能只能练到我们腰腹，其实不一样。我们做完了以后的朋友会感觉我的腰腹里面胀胀的酸酸的，腿部的肌肉也会感觉酸酸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现在咱们来讲一下呼吸这个动作的呼吸也是有讲究的。我们吸口气大家看你看吸口气，碰地的时候吐气，就这样去做。而且呢，我们一定要记住在做动作的时候，我们的小腹要往内收，千万不能做成什么呢？给大家演示一个错误的动作我们做的时候身体是垮着的背是弓着的然后这样去做是不行的。身体保持平衡，你看1、2、3、4、5、6就这样反复的碰地。这样的话呢，就把这个动作给全部完成了。咱们今天这个动作左右来回算1次每天做上5到10次，以自己腹部的感觉为准就是你做完以后这个腹部要有强烈的灼烧感，那么这个时候就够了。每天去练上一个3到5分钟的时间，1个月以后你会发现你的腹部有一个神奇的变化。好了，今天的视频也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最近疫情频发，那么很多朋友是想趁着这个春暖花开之际出去锻炼锻炼的，结果呢计划也泡汤了，只能不得已就闲在家中，跟有朋友出门也不太方便在家里面呢就眼见着自己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赘肉比一天多，那怎么办呢？今天呢大伟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瘦小腹的计划，你在家里面就跟着我的这个视频去做，就能让你的小腹一天比一天拼的，还能顺带着把你的内脏脂肪一起减一减。那么今天这个动作呢，我建议大家把它收藏下来，以后每天打开视频跟着我去做，你会发现1个月以后你的小腹就平坦了甚至不见了。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那么这个动作呢是源于道家的古法摇腹功，对于我们腹部的脂肪，包括我们内部肌群的刺激有着非常好的作用。我给大家演示一遍。首先我们双手撑地撑地，把我们的膝盖悬空这里注意看我的膝盖悬空，悬空了以后呢，我们要进行一个摇摆看摇摆这个时候的摇摆呢，它其实是锻炼到我们的整个腰部的一个核心力量包括了我们的腹内外斜肌同时呢，对于我们内部深层的一个腹横肌也有很大的刺激作用所以呢，我们撑住地面以后，我们就进行一个摆动，看1、2、3、
4、5、6、7、8。换个角度给大家演示一下啊，1、2、3、4、5、6啊。这个动作做起来啊，它是感觉什么呢？我们的腹部啊做完以后会有微微发热，里面甚至有酸胀的感觉。同时呢，我们大腿啊，由于啊一直在支撑，那大腿上面也有一些酸胀感觉。所以说，从锻炼的角度来讲呢，我们的腹部、我们腿部啊都有练到。同时呢，因为我们还增加了一个转体啊，身体的旋转，同时它能对于我们的腰部啊肌肉有着稳固的作用，对腰部也特别好。所以这个动作啊分享给大家，大家没事的时候每天在家里面去做20个一组，每天去做个5到6组，渐渐的我们的腰腹啊身材就会变得越来越好。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很多朋友啊说自己的肚子特别的大，怎么瘦啊瘦不下来，为此啊感觉特别的烦恼。那么肚子大，我们在家里面有什么一些好的瘦身动作呢？其实这个动作还真的有啊，而且呢特别的管用。是什么动作呢？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一只手啊举起来，另一个脚呢去触碰，你看抬腿去触碰我们的手肘啊。你看1、2，配合呼吸，吐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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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们刚开始啊就这样去练。为什么这个动作有效果呢？因为你看啊。我做个慢动作给大家演示一下，大家明白了。我们在做的时候，你看无形之间啊是做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去把我们的腹部啊聚在一起。这个当中啊就是靠我们的腹肌啊去发力，所以呢去做这个动作啊，它就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啊瘦我们的一个肚子。这个动作我建议大家每天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啊不要太快啊，咱们就按着这个动作啊达到标准，尽量啊这个手臂用我们的膝盖碰到我们的手臂。啊，碰到一下算一个啊。我们每天啊去触碰一个30下为一组，一天做个3组就是90下。那做完以后要有腹部发热发胀的感觉，这样的话就好了。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记住以后啊，一定要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以后每天啊就跟着大伟去做。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带脉不通，肚子大，水桶腰，人看起来啊是越来越臃肿。咱们说，对于减肥的人来说啊，这个带脉啊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肚子大的人群，而且还经常长期久坐的啊，这个带脉一旦不通，这个肚子啊会越堆越大，而且呢，这个肚子的形状是两侧肉特别多，前面啊也挂着一坨肉，整个肚子啊就像一个游泳圈一样挂在腰间。这个时候啊，你一定要去先疏通带脉，只有把你的带脉疏通了，你就会神奇的发现啊，这个肚子啊一天比一天小，小腹啊变得逐渐的平坦。好了，今天教大家一套动作啊，去快速的疏通我们的带脉，让你的肚子啊变得更小。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那么做这个动作之前呢，咱们需要准备2把经络拍，大家可以把它圈出来。这2把经络拍啊，非常的耐用和结实啊，居家备上2把。不仅啊可以自己在家疏通经络，更能够健身减肥，非常的实用。瘦肚子的第一个动作啊，就是去拍打带脉。那么带脉啊，是位于我们腰部的侧面啊，其实位置非常好找，我们只要把手啊放在我们的腰部啊，然后呢这里呢就直接可以覆盖到它。所以呢，我们用拍子啊进行拍打。拍打的时候有一些细节，大家可以看一下，看我们身子啊一定要侧过来，你看侧过来以后，把这个拍子啊拍上去。这样的话呢，可以把里面啊完全的伸展开来，让它拍子啊拍得更通透。1、2、3、4、5、6、7、8啊！拍的时候呢是要轻轻的拍，因为咱们的拍子啊打到身上以后啊，它的力量很渗透，可以直接到最深层啊，把里面的经络给疏通开来。那很多朋友会说啊，用手行不行呢？手也可以，但是手拍的时候它有个问题，就是你自己拍一拍，你会发现啊，所有的力量是聚于皮表，它力量渗透不下去。你会发现拍下去以后是皮肤疼，而不是里面有一样的感觉啊。那我们来1、2、3、4、5、6、7、8，大家注意看啊，我的身体啊是要进行一个旋转啊，把我们的侧面啊完全的暴露出来进行拍。那刚开始很多人拍的时候啊，会发现这个里面啊有一些疼不舒服，为什么呢？这其实啊都是你带脉不通的一个表现啊。那我们拍着拍着啊，就会发现这个感觉慢慢就没有了，而且转而为之的是非常舒服的感觉。我们就这样去做。一般来说啊，我们去做一个40下到50下啊，做40下到50下。那么做完以后啊，你可以活动一下腰啊，你会发现带脉通了以后啊，整个腰部啊都会感觉特别的轻松，而且坚持做一段时间以后啊，你会发现两侧的这个
赘肉啊会逐步的减少啊。这是第一个动作，我们每天建议大家40下到50下为一组，我们每天做上一个2到3组。第二个动作呢是拍打我们的腹股沟，这个动作既能引气血下行，同时呢在进行拍打的时候又能够瘦我们腰部的一个赘肉。好，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做。那么这个动作非常的简单我们只要用这个拍子去进行一个拍打你看。肚子来回的进行一个扭动，那这样做的时候呢，可以激活我们深层的肌肉进行一个拍打然后呢，做的时候一定要去进行收腹把这个肚子收进去。每击打的时候你的腹部都要往内收，这样的话呢，就能刺激到我们更深层的肌肉拍打的位置在于我们的腹沟就是这里我们进行一个拍打。去做上一个30下到40下左右。你做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种腹部里面微微发热的感觉腹部收紧的感觉那我们拍的时候呢，有一个技巧是什么呢？就是用这个拍子去迎面的击打通过我们的一个胯部扭动去击打上去。这样的话呢，既能锻炼到我们的腰腹同时呢，可以促进里面肌肉的一个收缩非常的好，而且能促进我们整体的一个新陈代谢我们就这样去做。那么今天这个减肚子的动作咱们就分享到这里大家把视频收藏下来，以后每天打开视频跟着去练，你会发现这个肚子一天比一天小，小腹变得越来越平坦。好了，视频分享到这里，我是大伟。如果身边也有想减肥的、肚子特别大的朋友，一定要把视频转发给他。没有点赞的，点一下视频下方的赞；没有关注的，关注一波。我是大伟，每天分享一个养生运动小知识，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在整个瘦身的过程当中腰和腹部是最难受的，以至于变成了很多人最大的一个痛点。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动作方法都试过了，但是这个腰部和肚子都特别难受。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其实就总结2点第一个就是我们对于腰部和腹部的刺激性和运动频次它不够。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它没有很好的去带动我们整个局部的一个循环代谢，所以呢，综合这2点，你的腰部和腹部就很难看到明显的一个瘦身效果那么今天呢，我来教大家一个坐着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非常的好你每天在家没事的时候就把这个动作练一练，它可以很好的刺激到我们整个腰腹部，加快里面的一个循环代谢。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大家看完视频以后感觉有用的，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人。我们现在来讲动作，这个动作的名字叫做坐姿超级跑，给大家先演示一下这个动作你看，我们形成一个起始的姿势，然后快速的把这个腿来回的交换刚开始大家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可能会感觉难度稍微有点大，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动作拆解出来教给大家。我们首先练习我们腿部的一个交换，大家看一脚在前，一脚在后，然后把腿你看换一个方向，再来，你看我这个腿部在运动的时候是调动到哪里我们整个腹部，所以呢，你可以把手放在我们的腹部，感受一下这个腿来回换的时候我们腹部的发力感受就这样反复的把这个动作先练起来，先感受一下我们腹部的发力。好，当你找到这个腹部发力感觉的时候，我们开始把这个动作的强度加大。我们把手和腿，你看一左一右放在同一条直线上面，大家可以看到然后把这个后手尽量往后摆。好，来开始交换，做个慢动作演示你看身子先往后仰，然后把腿迈动，好，手摆开，再来2、3、4、5、6、7咱们每次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看起来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它的发力却一点都不简单，因为我们在做的时候，身体要往后靠，往后靠形成一个腰腹的一个锻炼，然后再加上我们整个核心的一个力量，把这个腿转换过来，再换手再来1、2、3、4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可以按照节奏慢慢的做。然后随着我们这个感觉动作掌握的差不多了，我们可以把这个动作的幅度加大。好，来准备1、2、3、4、5、6、7、8、9、10。这个坐姿超级跑的动作对于我们整体腰腹部的锻炼都是非常棒的，特别是我们内脏脂肪比较多的人更应该好好的去练习。这个动作呢，我建议大家早晚各做1次，每次呢做上一个3组左右，每组的次数保证在20个到30个以上。
腿来回的交叠这样去做。那么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建议大家把这个视频的内容收藏下来，以免你想跟着去看，跟着去找一些细节找不到，那就麻烦大了。我是大伟，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动作，这个动作非常的好，它可以去帮助咱们减少腹部的赘肉，又可以去增加咱们核心的力量，还可以去帮助我们加强咱们的一个心肺功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这个动作的名称叫做俯身登山跑起始的姿势非常简单，我们双手撑地然后这个身体保持平衡，小腹收紧。然后呢，我们要把这个腿去屈向咱们的一个腹部，然后屈完以后再交替另一只腿我们把它快速做起来，就像去登山一样来回反复的做。这个速度我做的是比较慢的速度，其实真正做起来它频率是比较快的。那么在做这个趋向我们腹部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腹部的核心肌肉就得到了这个刺激，而且在腿趋向咱们腹部的时候因为肌肉的一张一弛，就可以去挤压咱们的血管，让我们腹部的代谢可以得到更好的改善。那我们再看一下快速的做这个动作怎么去做双手撑地记住这个时候有一个重点，就是咱们的这个核心肚子要收紧然后快速的去做，来回反复。注意这里的做的时候这个腰部千万不能把它弓起来千万做的时候不要出现这样去做，屁股撅得很高。那么这样去做的话，它会对我们的这个肘关节以及肩关节造成非常大的压力会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我们做的时候一定要把我们的腹部收紧，身体尽量这个屁股往下压一点，好，然后来回跑起来就可以了咱们这个动作我建议每天做上3到5组，每组咱们按照时间来计算，就是一般来说的话是30秒到60秒为准。然后我们做的频率不宜过快就中等的频率，刚开始去慢慢做的时候一定要找到这个腹部发酸发胀的感觉，那你做的就非常到位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可以按照这个视频里面的内容练起来。那这样的话，我们1个月以后再量量腰围，会发现这个肚子变得平坦了，然后核心力量呢也得到了很好的增强，心肺功能也得到了改善。那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我的视频里面有很多内容可以帮助到大家，点赞评论，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如果你感觉自己的肚子非常的大，小腹突出，身上泡泡的，那么今天我要教你一个非常好的瘦身动作。这个动作我自己已经练了1个月，1个月的时间下来，明显的感觉自己的腰围变小了，而且呢自己的小腹变得更加的紧致，同时呢腿脚变得更加的有力气。这个动作不仅简单，而且实用，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练习。如果你感觉好的，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同时在视频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人。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来分享动作。这个动作的名称叫做平行步，给大家先演示一下这个动作，然后再讲原理我们双脚把它稍微靠拢一些，然后脚尖朝向正前方，同时呢把我们的小腹收紧我们可以双手护着我们的小肚子，然后来你看脚尖踮起来，用我们腰腹的力量把我们的脚后跟甩向一侧好，然后这个时候脚后跟落地，再把我们的脚尖踮起来，然后指向另一侧，2、3、4、5、6、7、8、9、10、11、12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动作。或许你们在屏幕前看我做的非常简单，但是你们把手机放下来，然后马上跟着我的节奏咱们一起做一下，你就知道这个动作的难度了。特别是很多朋友在做的时候，可以把手放在我们的肚子上面因为这个动作它其实你看起来是一个脚上面的动作，实际上它需要你全身的力量去进行配合。你看我们脚把脚踮起来的时候你看脚后跟一转，是转到哪里呢？其实是我们的腰腹的一个发力。然后呢，再把我们的脚尖抬起来的时候，再一转，也是需要靠我们腰腹的一个力量去进行稳定。所以呢，这个动作不仅仅是锻炼你的腿脚，同时还把你的整个腹部一起练到了。那么现在我带着大家再来做一个来回，大家看好，你看，踮脚，1、2、3、4、5、6、7，好，来回1、2、3、4、5、6、7、8、9再来1、2、3、4、5、6、7、8
这个动作大家跟我做完了以后，是不是就感觉没有那么简单了？大家看似是一个步伐的训练，其实它是巧妙的锻炼了我们全身，运用到我们全身的所有的力量集中于我们的脚底。所以你看似一个简单的动作，其实背后的原理是非常的多的。大家没事的时候就把这个动作做上一个30下到50下为一组，每天做上一个2到3组。刚开始练习的时候，或许会感觉稍微有些累，稍微掌握不了这个动作的节奏。但是随着你慢慢的练习，你逐渐的就能体会到这个动作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帮助。就拿我自己来说，我感觉最明显的就是腿脚现在走路更加有力，而且抬起来腿变得更加的轻盈，同时我的小腹是能明显感觉变得更加紧致的，这是我自己能感觉出来的好处。那么你们跟着我去练，也一样能获得很多的一个帮助。好了，今天的视频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记得一定要把视频收藏下来，并且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